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孩子呀，都不知道怎么去尊重家长了。你辛苦地问他们说，作业写完了没有？今天累不累？他却不耐烦地说道，你能不能别管我？特别的不耐烦。小孩子事情做错了，好人相劝，倒成了仇人了。他的态度真的是又冲又硬的，仿佛做错的事情就是你，其实是他们做错了。每天都在为孩子辛苦操劳着，奔波着，但是孩子们呢，却是冷眼相对，心里有很多的不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遇到了事情，我们就要想办法，光生气是没有用的。其实有的时候，并不是孩子不尊重父母，而是我们的教育出了一些问题。真正管用的，并不是吼着他，压着他，而是我们的正确教育方式。今天我们要记住以下3句话，保证您和您的孩子能够更好的去沟通，而且家庭又和睦。第一句话，允许孩子们去争辩，先听懂他在想什么，别一上来就摆臭架子。我是你爸妈，你就要听我的。孩子有意见，敢说话，说明他在思考，并不是盲从。关键是你能不能放下身段，听一听他是怎么想的。争辩不是挑拌，是孩子学着表达的自己独立一些的人格。你能够听进去，他能够愿意回头听你说。第二句，用共情代替的控制，用理解代替指责。很多矛盾都是从你不该这样开始的，但是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句我说了算，而是我懂你累，但是呢，我担心你。当你不再当指导官的时候，而是愿意蹲下来看一下他的压力，他的难处，关系自然就会软。父母的情绪是孩子的镜子，你冷静下来，他才能够学着去理智。你尊重他，他才会尊重你。第3句，我们要学会狠心的去放手，让孩子自己走。我们总怕孩子摔倒，于是包办了一切，做好饭，路铺好，门都可以打开好。可是你替他扛着，他越是觉着理所当然，也越没有机会体会你的辛苦。真正的爱是让他住校，让他自己做饭，让他自己碰壁，让他知道原来爸妈是不容易的。著名作家刘墉就说过一句特别走心的话，父母别总是当着孩子的面子一些权威，因为这世上根本没有谁是绝对的正确。想要教育好孩子，先不要着急管他，而是照一下镜子，看看自己做的怎么样。不要拿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去要挟孩子去做到。小区里的张阿姨走过这么一段的弯路，以前她总是觉得自己是妈妈，就得说话算数，女儿吃什么，穿什么，学什么，交什么朋友，她都需要插手。不爱吃的菜也必须要吃，不喜欢穿的衣服也必须要穿，还必须要跟孩子成绩好的一起玩，不能跟差的学生一起玩。结果女儿憋着一股劲儿，最后干脆考到了外地去上大学。她的想法是离家越远越好。阿姨觉得她是被权威挑战了，尤其是的委屈，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，到头来养了一个白眼狼。从那之后，母女俩动不动就要吵。最狠心的一次，女儿直接把她的微信拉黑，关系冷到了冰点。后来有人劝她说道，她才慢慢的去醒悟，是不是这么多年我管的比较多？于是她开始看书，参加读书会，认识了一群懂得教育的妈妈，一点一点的重新学着怎么当妈妈。她终于明白了，自己过去给女儿太多的不准，不准反驳，不准有意见，不准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想通了这一点，她开始自己改了，不再压着女儿听话，更愿意听她去讲话，跟她商量着。哪怕是女儿毕业之后，她还会唠叨着
你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娃，但他先学会问自己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说实话，孩子小的时候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哪有什么是非对错，他们是什么样的故事，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基本都是学着父母的。你怎么待人，他就怎么待你，你没立规矩，他就无法无天。如果是孩子动不动对你大喊大叫，一点不尊重，这个时候该做的事不是生气，而是静下来想一想，我平时是不是比较惯着他，是不是从没教育过他怎么去戒律，什么是尊重。太宠爱孩子，看起来是爱，其实是害了他。你现在管来得及，如果将来不管的话，代价是不可承受的。不要忘了，孩子今天怎么对你，很有可能是你过去怎么对他的翻版。你的一次一次的妥协，一次又一次的心软，最后都会变成他冲动对你发火。所以孩子不懂事，家长要懂得，我们先问一下这个问题，不要光想着往外找一些同情，我们要往回看一下，看看自己有没有哪里做的比较好，哪里做的不好的情况。当父母的总想把最好的都给孩子，怕他们吃苦，恨不得替他们扛下了所有的风雨。时间一长，孩子习惯了被安排，被照顾，反而觉得这样一切理所当然，既不懂得感恩，也不懂得珍惜。更可惜的是，他们失去了摔跤、爬起来、自己走的路机会，最后成了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不会。等到真正的到了社会上，会碰壁的，还可能回过头来怪父母，你们当初为什么不让我学着去独立？可是一年年过去，慢慢的学会了照顾自己，也能够看懂了父母的用心，不是狠心，是远见。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你一直给糖吃，而是孩子开心就好。如果是他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，推他一把，让他去经历，去犯错，去成长。只有他自己走过一段路，淋过雨，才会真正的明白爸妈曾经有多不容易。爱孩子不是包办一切，而是给他机会去练，不是挡在他前面，而是站在他身后，默默地看着，轻声地说一句，不要怕，跌倒了就要歇一会儿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教儿有方，爱儿有度，管教的宽，不限制，给自己但是有一些底线，这才是更好的教育方式。我们一生值得骄傲的事情，不是孩子考了多少分，而是有一天他真心的说一句，爸爸妈妈，我懂你们了，我非常的感谢你们。那一刻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全球第一位非暴力沟通的专家马塞尔·卢森堡说过，共情是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先放下评判，静下心来，真正的去理解孩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有什么感受。当爸妈不再摆出一副我说了算的控制姿态，而是蹲下来听孩子说话，支持孩子的理解，这样亲子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亲近。亲情并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力量，它能够融化孩子们的冷漠，也能够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破坏的信任重新搭建起来。现在的家庭关系讲究的平等互助，只有当父母愿意平等跟孩子聊天商量事情，孩子才会从心里面尊重你的。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式，快慢不同，方式不同，而父母重要的角色不是指挥官，而是陪伴他身边的那个支持者、同行者。如果你发现了跟孩子的关系挺僵硬的，不要着急硬掰，试着从几句温和的话语开始，用理解和爱慢慢的去靠近他。毕竟这世上最值得的珍惜的不是成绩，不是面子，而是一个温暖，有爱，有彼此安心的家。说到底，孩子不是不尊重你，不要着急怪他忘恩负义，先问一下自己，我是不是给的比较多，管得太多，爱得太满。尊重从来不是靠身份强求的，
是靠智慧赢来的。当你不再用我是你妈，我是你爸去压他，而是用理解、边界和舒适放手去影响他，有一天他会主动走过来，轻声地说一句：爸爸妈妈，我真的懂你了。那一刻才是父母值得骄傲的胜利。今天的小故事分享到这里了，朋友们喜欢吗？喜欢的话可以收藏起来，每天听一听小故事，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亲身的经历，还是非常不错的小故事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明天视频再见。